第5课：情绪管理与孩子的情感教育。情绪管理就像家庭生活中的无形旋律，父亲的情绪状态和表达方式直接影响着家中的氛围和孩子的心理健康。这一刻，我们不仅要学会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还要帮助孩子理解和表达他们的情感。1、父亲如何示范健康的情绪表达。故事要从一个叫学文的爸爸说起。他是一名工程师，平日里工作压力大，但对家人总是报喜不报忧。他认为把情绪藏起来是父亲的责任，这样才能在孩子面前保持稳定的形象。然而有一天，学文的隐忍大法彻底失灵了。那天早上，学文准备带着小儿子天明去学校，结果车子突然抛锚。偏偏那天学文又有一个重要的会议，他看着车子的冒烟引擎，满脑子都是迟到了该怎么办。此时天明好奇地问：爸爸，车坏了，你会不会生气啊？平日的学文总是笑呵呵地说：爸爸没事，别担心。可这次他终于忍不住脱口而出：当然会，爸爸其实现在很烦躁。天明愣住了，随即说：那爸爸，你可以告诉我怎么让烦躁变小吗？学文苦笑了一下，回答：或许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比如现在打电话给妈妈求助。这次意外让学文明白一个道理：孩子不需要一个永远冷静的超人爸爸，而是一个懂得用健康方法面对情绪的真实榜样。示范情绪表达，并不是脆弱的表现，而是给孩子最好的学习机会。2、理解孩子的情感需求。孩子的情感需求常常藏在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中，有些时候，他们的情绪表现可能让人摸不着头脑，但其背后却蕴藏着对父亲的期待与依赖。克强和他的女儿冬梅之间，就曾经有一段情感地雷区。冬梅是个喜欢画画的孩子，可克强一直觉得学画画没什么前途，总是以工作忙为理由，对冬梅的作品兴致缺缺。直到有一天，冬梅哭着跑进房间，把自己参加比赛的画全都撕掉了。克强又气又急：你干嘛这样？爸爸工作多辛苦，你还这么闹？冬梅泪眼汪汪地说：爸爸，你从来没看过我画的东西，从来不关心我。这句话像一把重锤，敲进了克强的心里。他这才明白，女儿真正需要的，不是他所谓的物质保障，而是情感上的认可和支持。那天晚上，克强决定做点什么。他找出冬梅的一幅未完成的画，说：宝贝，这里的颜色是什么意思啊？你能教教我吗？冬梅一开始还有些不情愿，但渐渐的眼神亮了起来，滔滔不绝地讲解起来。从那以后，克强开始有意识地参与冬梅的兴趣，这不仅缩短了父女之间的距离，也让冬梅变得更加自信。3、父亲对孩子的情绪健康的长远影响。
父亲的情绪管理对孩子的长远影响，往往不在当下显现，但会在孩子步入社会后悄然浮现。有一位名叫资诚的成年人，长大后总是难以表达自己的情绪，他的内心世界像一座无声的火山，压抑到极限时才会爆发。当他寻求心理咨商时，咨商师问他：你的父亲平时是怎么面对情绪的？资诚沉思片刻，回答：他从来不生气，也从来不高兴，总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我从小以为男生就不应该有情绪。这段回忆让资诚意识到，父亲的冷漠让他从未学会如何面对和表达情绪，这直接影响了他的人际关系和自我认知。而另一边，志牛却有截然不同的故事。他的爸爸虽然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但从小教会他每个情绪都有价值。当志牛失落时，爸爸会说：你可以难过一会儿，但别忘了，难过是你更坚强的工具。当志牛喜悦时，爸爸会说：高兴就大声笑出来吧，这是最棒的回忆。多年后，志牛成为了一名教师，深受学生喜爱。他总是能敏锐地捕捉到学生的情绪，并用同理心与智慧引导他们走出困境。他说：我能理解他们的情绪，是因为我有一个教会我情绪价值的爸爸。结语：用情绪管理铺就孩子的幸福之路。情绪是生活中最真实的颜色，而父亲是画笔，为孩子的情感世界增添色彩。当父亲能够健康地面对自己的情绪，孩子也能学会拥抱自己的内心。当父亲懂得倾听孩子的情感需求，孩子便会在爱与理解中成长。当父亲用智慧的方式管理家庭情绪，他们将为孩子铺就一条通往幸福的长路。每一位父亲都有能力成为孩子的情感导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做一个懂得用爱与情绪力量塑造孩子生命的称职爸爸吧。